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請坐。謝謝叔。白奇遠招呼着面前的2個人坐下。不知道你們今天来，早知道我就提前去趟超市買點東西了。你想喝点什麼？不用麻煩了叔，今天我們来，一是給您送老家的特產。張青宇一邊說，一邊把桌上的東西往白奇遠面前推了推。二来也是玉成带我来认认门。謝謝，有心了。白奇遠看了眼唐玉成，又看向張青宇。一會兒你們先別急着走，正好到飯點了，中午就在這兒一起吃個飯吧。張青宇轉過頭，用詢問的眼神看着唐玉成，見唐玉成點了點頭，他才重新看向白奇遠，彎起眼睛。那就謝謝叔了。客氣啥？說來慚愧，你叔我平時不會做飯，咱們今天就點個外賣。要不然我去買點菜吧。張青宇做事要站起来。我来做，正好讓您今天也嘗嘗我的手艺。不用，你是客人，哪有来了就讓你做飯的道理？快坐下。白奇遠抬手示意他坐下。別忙活了，咱們不如用这個時間好好聊聊天。青宇，咱們聽奇遠叔的。張青宇順從地重新坐好，溫馴地點了點頭。白奇遠看着眼前這個略帶青澀的男孩，溫和地開口：我可以叫你青宇嗎？可以啊叔，我家裡人也都這麼叫我，您這麼叫我，我反而覺得親切。青宇，你在這兒適應的怎麼樣？跟老家比很不一樣吧？我倒是沒什麼不適應的，就是覺得 S 市真大啊，樓老高了，路寬車多，人也特別多，總之跟老家完全不一樣。張青宇說着，目光不動聲色地落在了身邊的男人身上。不過要說來到這裡，變化最大的其實是玉成。他側過身，怔怔地看着唐玉成的側臉，眼神裡流露出一種欣賞和沉溺。他長高了，衣服穿他身上都好看，臉也更俊了。總之，他變成一個成熟的男人了，我都快不敢認了。他停頓了2秒。而且我剛到這裡的時候，玉成就已經給我準備好了各種生活用品，想得很周到，完全不用我操心。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吧，我並沒有覺得在這邊有什麼不適應的。對，唐玉成確實心思細膩，很會照顧人。以前他在我這兒住的時候，家裡的家務活都是他幹的。聽到這話，唐玉成在旁邊勾唇笑了笑。您幫了玉成這麼多，他多幹點活也是應該的。叔，不瞞您說，我今年高考沒考好，哪兒都沒考上。不過其實就算考上了，就我那家庭條件，我也上不起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走出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別的出路。這次能順利來 S 市，還這麼快找到工作，全虧了玉成幫我，我真覺得自己挺幸運的。張青宇半低着頭，抿了抿唇，臉頰微紅。我現在給玉成當助理，說實話很開心，但其實我還什麼都不懂，完全是個新手。我怕自己做不好，會給他添麻煩。你怎麼又提這個？唐玉成打斷他。目前你做得很好，繼續幹下去就行了，別總瞎想。時間長了，經驗多了，自然就會越做越好了。唐玉成說着，掌心輕輕落在張青宇的肩頭，試圖安撫他的情緒。張青宇立刻抬手附在他手背上，點着頭接受着他的安慰。唐玉成這時看向白奇遠。奇遠叔，我平時帶着他上課，也是希望他能多學點東西，畢竟還年輕。白奇遠贊同的點點頭。多學點總歸沒錯。對了，你現在在演戲的事，告訴你長根叔了嗎？都不用我告訴他，他自己在電視上看到了，立馬就打電話過來了。不過他沒生氣，就是不停地叮囑我，說在外面掙到錢了，出息了，千萬不能忘本。最重要的是，別忘了報答你奇遠叔。白奇遠垂眸失笑，確實像他能說出來的話。外賣送來時，是唐玉成去門口接的，然後提到餐桌上，開始從袋子裡往外拿。張青宇則在一旁幫忙打下手。你先擺着，我去拿碗筷。我去拿吧，玉成。不用，你第一次來，也不知道在哪兒啊。唐玉成溫和地笑了笑，轉身進了廚房。張青宇動作一頓，也是。片刻後，3人落座。白奇遠指着一桌子的菜招呼着：吃吧吃吧，別客氣，跟自己家一樣。青宇動筷子。對了，咱們今天要不要喝點兒？我這兒還有瓶紅酒。話音未落，張青宇便搶先開了口：叔，玉成他最近不能喝酒的。白奇遠一愣。哦，這樣啊。唐玉成看了白奇遠一眼，又看向張青宇。喝1杯2杯的也沒什麼問題，別大驚小怪。那也不行，1杯都不行。張青宇秀氣的眉頭微微蹙起，語氣有些急。陸哥特意交代過的，你不會連陸哥的話都不聽了吧？唐玉成無奈的笑笑，沒再堅持，隨即拿起筷子要夾菜。張青宇又搶先一步夾起一塊雞胸肉，
放進了唐玉成的碗裡。玉成，你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唐玉成叹了口气，嗯了一声。我记得唐玉成以前不爱吃鸡胸肉，说吃着柴没味道。那是以前。张青宇語氣裡帶着一種好像只有他全然了解唐玉成的自豪。最近玉成接了一部新劇，裡面有露上半身的鏡頭，導演要求肌肉線條要明顯，所以他最近正忙着增肌呢，還得嚴格控油控鹽。張青宇說着，手都沒停，又細心地夾了幾根綠色蔬菜放進唐玉成的碗裡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玉成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給你倒水。叔，您家白開水在哪兒呢？唐玉成眉頭微皺，拍了拍他放在餐桌上的手臂。張青宇，你能不能別忙活了，快吃飯。張青宇聽了卻跟沒聽到似的，直接忽略了唐玉成的阻攔，依然用那雙清亮卻有些固執的眼睛看着白啟遠，靜靜地等待着答案。白啟遠迎上他的目光。冰箱裡有礦泉水，水杯的話，廚房上面左邊數第二個櫥子裡有。好嘞。張青宇麻利起身，直奔廚房，從冰箱裡拿了水，又取了玻璃杯，重新坐回餐桌前。他擰開瓶蓋，體貼地倒了一杯水放到唐玉成手邊，這才徹底安生下來。白啟遠招呼：“吃呀，青宇，別光顧着他。”謝謝叔。張青宇這才有些羞澀地笑笑，拿起筷子吃了開飯以來的第一口菜。還沒咽下去，旁邊的唐玉成偏過頭，劇烈地咳嗽起來，看起來應該是嗆到了。張青宇立刻放下了手裡的筷子，側過身，用手掌輕輕地拍着唐玉成的後背，給他順氣。隨後端起水杯，小心翼翼地遞到了唐玉成的嘴邊。你慢點吃呀，給，先喝口水壓壓。看着那只緊緊貼在唐玉成背上的手，以及唐玉成就着張青宇的手順從喝水的模樣，白啟遠握着筷子的指節微微發白。在這張原本屬於他的餐桌上，突然覺得自己倒像個多餘的局外人。過了幾天，中午 A 大教工食堂，白啟遠有些心不在焉的悶頭吃着飯，對面的梁浩天敲了敲桌子。唐玉成今天上午沒來上我的課。白啟遠手裡的動作頓了頓。是嗎？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？你看到最近關於唐玉成的新聞沒有？白啟遠搖了搖頭。也沒有。梁浩天嘖了一聲，一邊掏出手機翻找着，一邊嘀咕：那我得給你看看。找不到就算了，一會兒我自己找。行了，找到了。梁浩天直接把手機屏幕舉到了他眼前，白啟遠卻看得很仔細，很上心，每一個細節，每一個字眼都沒放過。喲，白教授，真是說一套做一套，剛才還說不看呢，現在您這雙大眼睛都快長我手機屏幕上了。白啟遠收回視線，端起湯碗喝了一口。你都拿到我面前了，不想看也得看嘍。全經管學院，屬你白教授的嘴最硬。梁浩天胳膊肘放在桌子上，雙手舉着手機，再次看着那張新聞裡的照片。唐玉成抱他可抱得夠緊的。白啟遠垂下眼眸，剛才那張照片上，唐玉成一隻手緊緊摟着張青宇的肩膀，寬大的身軀將身側的男孩護在懷裡，正面色冷峻地躲避着周圍瘋狂圍堵的狗仔鏡頭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梁浩天收起手機，繼續說道：唐玉成的請假條上說是生病了，你這個做書的有沒有好好去關心關心人家？白啟遠的眉頭皺了起來。他生病了？什麼病？假條上哪能寫那麼細啊？你想知道，自己打個電話問問不就得了？電話。白啟遠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筷子，張青宇在飯桌上給唐玉成倒水拍背的畫面毫無預兆地躍入腦海。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。他身邊有人照顧，用不到我。誰呀？誰這麼大膽子，敢公然跟我們白教授搶對象？你小聲點。白啟遠嚴厲地瞪了他一眼。什麼對象？別亂說。你說的是剛才照片上被唐玉成護着的男孩？白啟遠邊咀嚼着口中的食物邊點頭。這不和最近一直坐在唐玉成旁邊聽課的那個漂亮男孩是同一個人嗎？那個小可愛。白啟遠的嘴巴整理了一下嘴裡的食物。對，就是那個小可愛。梁浩天意味深長地瞅着白啟遠，眼神裡滿是戲謔。你這麼看着我幹什麼？白啟遠被他看得有些發毛。原來白教授這是遇到競爭對手了。瞎說，唐玉成能遇到跟他年紀相當、性格又般配的人，我替他高興還來不及呢。白啟遠，雖說你是名大學教授，但你這感情觀我可真不敢恭維。這都什麼時代了，你還擱這兒管他般不般配呢？白啟遠看似雲淡風輕。我不覺得我這個想法有什麼問題。那你這問題可就更大了。梁浩天敲了敲桌子。兩個人在一起，本人的感覺才是最關鍵的。年齡啊、外表的般配啊什麼的不重要。
白启遠繼續低頭吃飯，不置可否。梁昊天摸着下巴回憶了一下，不過說起來，那個小可愛是叫張青雨是吧？長得確實有幾分姿色，白白淨淨的。不過就算她長得再漂亮，跟你比還是差一大截呢。你打住，幹嘛拿我跟她比？我們倆根本沒有可比性。也是，你好歹是個名牌大学的教授，他一個籍籍無名的小人物，哪能跟你比？不是，你……白启遠一口气噎在胸口，一時間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梁昊天收起笑臉，拋出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：白啟遠，唐玉成要是真跟那孩子好了，你心裡就一點感覺都沒有？白啟遠手中的筷子停在半空。我會祝福他們。假透了！梁昊天毫不留情地戳穿。白啟遠只是哼笑了一聲。你就不能大大方方的去跟他鬥一鬥，爭一爭，看看唐玉成到最後到底會選擇誰呀？我為什麼要爭？白啟遠猛地抬起頭，聲音裡帶着連他自己都未來得及察覺的急切和慌亂。我又不喜歡唐玉成。說出來了，這句話他總算是說出來了，但口是心非說的話，怎麼聽都有點底氣不足的發虛。梁昊天看着他，搖着頭。假透了！